各位朋友，孩子是国家的未来，男人守疆土，女人守血脉。可是如果女人和孩子都守不住了，那我中华不岌岌可危了吗？中国的一条热搜又刷爆了网络，为什么呢？好家伙，中国现在的幼儿园里边全是那种偷渡来的黑人洋瘪三儿在教中国的小朋友，而且有一个幼儿园里的黑人教师说睡了100多个家长。中国的热搜这是刚刚出来的。这个热搜呢，其实呢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法院判过了。到底是咋回事呢？这个是引发热议的中国2个女子帮助黑人到中国幼儿园任教案，其实呢在2021年就已经终审宣判了。沈阳的一对表姐妹因为组织20余名南非人非法入境并派遣至幼儿园充当外教，主犯最终获刑7年3个月。中国的网友说简直是太轻了，这一对中国的姐妹偷渡了上百个人进来，而且弄了20-30个那些黑人还给他们提供假的大学文凭，把他们送进了中国的幼儿园。而且我估计这里边还有那个什么劳务那个费用的这个分成之类的吧，就是说他帮助这些黑人偷渡进中国，给他包装成大学高材生，送到中国的幼儿园里边去拿高薪，这薪水恐怕咱得分一份，这应该是肯定的。朋友们看到了吗？这是判决书。视频前的您愿意将孩子送到这样的幼儿园吗？是有一个黑人，是一个贵族幼儿园的英语老师，他把幼儿园里的100多个家长都给睡了，而且把这个东西还拍下来发到国外的那种色情。来中国混的很多洋鬼子说中国的女孩是 easy girl， 最容易搞定的。这背后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在我们国内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一个女大学生，倒贴被一个快40的乌克兰大哥给拐跑了。还有一个新闻呢，是个巴西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在直播间里说中国的女孩太主动了，太便宜了，就像一块牛排一样便宜。更恶毒呢，是有一个黑人，是一个贵族幼儿园的英语老师，他把幼儿园里的100多个家长都给睡了，而且把这个东西还拍下来发到国外的那种色情网站上。这个是特别丢人的，也是特别不应该的。很多城市里面比例还非常高，有一部分中国女孩子她崇洋媚外，她内心对异域的东西充满好奇，而且胆子特别大。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吃中餐吃腻了，想尝尝西餐。那西餐不是那么好吃的，那都是生牛肉，都带血的，吃了你消化不了。俞敏洪曾经说过，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堕落就是从女性开始。如果这个女性崇拜金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男性就会千方百计去搞钱。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崇拜享受和刺激，那她就没有什么廉耻感。如果一个国家的女性她更看重的人的修养品德这个上进心，那这个国家的男性就会充满上进心，就会有很高的素质。所以我们的女同胞要自尊自爱，要自强，要爱惜自己，不能什么事儿都充满好奇心，都想试一试，最后这个后果很严重。结果出来以后你收不了场。外国人叫这种中国的这种女孩子有专门的名称 easy girl， 就是太容易得手了。警惕，外籍幼教遍地跑，外来理念入侵，孩子的民族认知或在被侵蚀。这早教圈真是魔幻，只要长张外国脸，没资质也能月入2万。咱本土幼师累死累活才能拿个底薪，这到底是英语启蒙还是刨文化根基？教小孩得懂心理学，外教却卷到了0到6岁。不少家长觉得低龄不用看证，有张扬脸造氛围就行，实在太荒谬。商家拿国际教育删焦虑，家长把当年吃英语亏的焦虑投射给孩子，硬把外教班当阶层跃迁的门票。
见识很打脸。去年底，成都一幼儿园非法聘用无证外教，才教9个月就被罚了。前2天陪朋友逛幼儿园，路过一家新开的早教中心，玻璃门上贴着巨幅海报，英伦双语启蒙全外籍教师团队，纯正伦敦口音。朋友当场笑出声，掏出手机扫了扫墙边的师资公示栏，好家伙，2外教简历写着英国某酒吧调酒师，澳洲农场帮工，中文都磕巴，更别说懂3岁孩子怎么搭积木，怎么安抚分离焦虑。可学费比隔壁公办园贵3倍，报名通道还挂个剩余名额3个的倒计时，这哪是选幼儿园，活脱脱在抢限量版球鞋啊！10年前，外教还在大学英语角露个脸，教发音，连正式课表都排不进主科。现在呢，老破小社区里50平的早教班，门头上赫然印着持有TEFL证书的美籍导师，而所谓证书，淘宝200块买的 PDF 模板。更荒诞的是，有家连锁机构去年被曝光，招的7名外教，5人连儿童急救证都没有，连奶粉怎么冲都搞不清，却天天带托班，全天活动，还被家长群夸阳光自信有感染力。我听完只觉得嗓子发紧。再翻翻孩子幼儿园的月度活动表，万圣节南瓜灯 DIY， 圣诞袜手作，复活节彩蛋寻宝，样样隆重，配图全是金发，老师举着教具笑得灿烂。可到了端午，就发一张电子版粽子简笔画打印纸。中秋那天，老师念了首《静夜思》，孩子问嫦娥姐姐住哪儿，老师愣了3秒，说咱们下周学英文儿歌吧。24节气，节气菜谱，剪纸，踩高跷，丢沙包，早没影儿了。童谣课直接改成 If you read happy and you know it， 连小老鼠上灯台都整成英语版，调都跑偏了。有老师私下吐槽，园长开会直说，传统内容家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传播量低，拉不来新生。于是剪纸课硬拆成跨文化手工体验，龙文换成英伦格文，皮影戏换成煞斗 pop， 英文剧名字洋气了，内容空了，孩子连自己姓啥都快记不住。家长圈里早有种心照不宣的算法，外教数量等于教育含金量，国际课程名越长，孩子将来越不吃亏。挑园所不看老师有没有5年带班经验，不问厨房是不是名厨酿造，就死盯招生简章里那行小字，外籍教师占比 85%。有个妈妈坦白，我连蒙氏和瑞吉欧啥区别都不知道，但看到纯外嫁进任时，心就定了。连不少园长自己都被洗脑了，培训材料全是西式教育译本，开会必提去小学化，可去的全是剪纸、皮影、竹编、方言童谣，留下的全是感官屏、工作毯、静默游戏、名词炫的谎言，落地时连本地春天开啥花都说不清。最讽刺的是，好多所谓国际园连周边菜市场在哪都说不准，却要求孩子用英文介绍伦敦眼，而孩子上周刚在奶奶摊上帮忙卖过青菜，监管其实早动过手，但执行像隔层纱。外教批任备案系统里，名字对得上，护照号验得过，可没人真去查他有没有幼照执照，有没有虐童记录，会不会蹲下来平视孩子眼睛说话，有区级督导突击检查，发现某园2位美籍教师实维持旅游签证短期入境，教案全是中文翻译稿，连 circle time 都念成科尔克 time， 机构被罚2万，转头在公众号发升级师资诚邀监督，配图还是那俩老师比耶。家长交完钱才发现，所谓国际课程就是把拼音课换成字母歌，把数学启蒙换成积木分组，英文指令换汤不换药，锅还是那口锅，只是刷了层金漆。最让人心头发紧的是接孩子时听见几个4岁娃在滑梯上嘀咕，中国老师老让我们坐好，外国老师才懂我们。说完齐刷刷用刚学的酷护击手掌，树根扎歪了，再高的树冠也撑不起阴凉了。现在全网最清醒的人，我估计就是这位妈妈了。她到女儿所在的幼儿园聘请了黑人新老师，这位妈妈果断退学，因为妈妈下午去幼儿园接女儿放学，发现自己女儿的代班老师是一位黑人男老师。当时她心里咯噔一下，毫不犹豫就做了决定。她立即去学校把学费退了，当场退出家长群。对幼儿园她不给女儿上了。之后有人说她小题大做搞歧视，给国际友人贴标签，但有更多人赞同，有人直言不是歧视，是本能反应，孩子的安全哪敢冒险。说实话，刷手机时总
新登上了中国的热搜排行榜。有中国的网友说，10几年前我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的双语班就弄了所谓的外教来教课。当时我去开家长会，为了宣传自己的外教实力，幼儿园还专门组织了一批学生上外教课，和幼儿互动的也是黑人外教，而且看起来非常年轻，完全不懂中文的那种。因为幼儿园小孩用任何简单的中文跟他说话，他都是懵的。当时我还是以为武汉的哪个大学的学生来兼职，现在想起来还说不定是哪个地方偷渡来的黑人，一点中文都听不懂，不太可能是在武汉读书的大学生。只要是在英文区，比如说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因为之前被长期殖民，现在的民众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即使带口音，也可以说自己在某某欧美城市的口音，反正园长也不懂。想一下，30亿人会说英语，但只有5、6亿人在发达国家，其他的都是发展或者是贫穷地区啊，弄一堆这个去教中国的未来，这个事儿可太可怕了，朋友们，孩子血脉全守不住啊，判得太轻了，才7年。中国的网友说这个应该枪毙，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